最近，美国德州的一场特大暴雪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然而，当地要员跑路度假，还是市长的强者生存，都成为了外界围观美国丑态的热门话题。而最近，美国网络就出现了一股阴谋论浪潮。在2月24号，美国社交媒体上有网民发布视频，表示自己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这场暴雪很可能是华盛顿的一场阴谋。他发现自己从野外找回来的雪团成一团之后，用火烤会看到这些雪居然没有融化，甚至有地方还变得焦黑。一些有动手意识的网民回去一试，发现居然还真的是这样。于是乎，这一发现很快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扩散，有人也借此攻击华盛顿，恶意迫害美国德州人民。随着阴谋论快速发酵，这个视频就被美国当局封杀，原链接呈现404字样。实际上，按照物理学的解释，美国网友所谓的阴谋和假雪，这都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用火去烤雪球，雪球通常不会融化成水，由于两者的温差过大，水的固态表现雪会直接跳过液态变化，直接升华到气态，用肉眼是无法发现这种转变的。但肉眼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至于用火烤会变黑，也是因为形成雪球的杂质中，雪的成分被升华，导致杂质被火烤焦，呈现出黑色。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对教育的控制是十分残酷的。美式的教育绝大部分靠钱说话，将民众和精英阶层完全分隔开来。民众由于科学常识的缺乏，大量的阴谋论在美国出现和泛滥。最简单的一点，都21世纪了，在绝大部分科学水平世界第一的美国，却有近1/3的人相信地球是平的这个观点。有1/5的人相信太阳围着地球转。更要命的是，这个接受调查的人群年龄段是18岁至24岁。实际上，除开教育问题外，美国人对当局和科研机构其实是持不信任态度的。这一点可能很多国人无法理解，但在美国却是常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美国当局长期隐瞒事实和借此牟利。最典型的也是最知名的一个事件是美国的科特疫苗。当时美国宣传要打小儿麻痹症疫苗，这本来是个好事情。然而宣传中的这个疫苗根本就没有成熟的技术，完全是借机用全美国人来当人体实验道具。事故直接导致超200名儿童残疾甚至是死亡。然而在最终诉讼中，受害人却输了，因为无法直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残疾和死亡，而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就美国当局这个德性，民众又怎么可能去相信科研机构？可以说，美国阴谋论盛行要完全归功于华盛顿的一帮天才。为何火箭军靶场中会有美军预警机现身？美专家在分析一番后，又为何得出不妙的结论？解放军又有何对付西太美军的新招？近日，美国战略专家托马斯·舒加特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引人关注的卫星图。卫星图展示了一架还没有涂装、类似美军 E3 舰载预警机停靠在空地中，周围还有几架小型飞机。此外，这位专家还用了一张美军基地的 E3 舰载预警机卫星图作为对比，证明那架飞机的确是美军的 E3 预警机。然而有意思的是，根据这位专家的描述，发现这架 E3 舰载预警机的地点位于中国西部的导弹打击范围处，也就是说，这架美军飞机是停在火箭军的靶场上，火箭军靶场惊现美军预警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根据专家猜测，这架美军预警机并非是实物，而是一架模型机，因此也是未涂装的状态。而从周围的小飞机来看，这些飞机应该都是靶机，供火箭军导弹打靶用。不过问题来了，既然是作为靶机，这架模型机为何要专门设计成 E3 预警机的样子？而美专家分析后惊呼不妙，因为这个细节可以反映出很多东西。托马斯表示，解放军如今正在发展更广泛的地区打击能力，而这样做的目的便是为了打击或阻止美国的军事力量在第一岛链进行的干预。对于解放军而言，部署具有精确打击中程弹道导弹、增强远程轰炸机部队以及迅速发展蓝水海军的效果最为显著。而要说到针对第一岛链内的美军基地与航母，东风导弹无疑是最具有威慑力的武器。美专家推测，解放军之所以专门要模拟一种类型的美军飞机，目的是开发一种具备超精确打击能力的弹头。
这种弹头可以识别停留在美军机场或者航母上的特定飞机，而不是以整个区域作为目标。而这样的弹头对于美军而言将会是一场灾难。这是为何呢？近段时间，美军联合盟友在演练一种新的锁链战术，这套战术正是模拟在西太平洋美空军基地遭到导弹打击的情况下，美军以及盟友战机迅速启动应急方案，在空中组建阻击网络。锁链战术需要的正是机场受到袭击预警时到机场完全瘫痪这段时间，打个时间差，从而保存主要战斗力。但是如果一旦袭来的导弹针对的不是机场，而是一些特定的军机呢？此外 E3 预警机也有美军航母专用的舰载预警机版本，这说明解放军的新型弹头也将针对美军航母发动更精确的打击。像火箭军的东风 21D 与东风26导弹都具备末端制导能力，能打击水面大型移动目标。而一旦这些航母杀手携带了能精确到打击特定航母舰载机的弹头，那么对于美军航母而言无疑更加致命。因此，当美专家看到火箭军靶场中有美军预警机时，才会察觉这不对劲儿。近期随着国际整体环境的日益紧张，我国在国防工业上投入的精力也开始日渐成效。而最近，美国卫星就意外在我国陕西抓拍到一张卫星图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被指将弥补中国空军重大短板。在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军军事网站美国防务新闻公布了一张卫星图片。据该媒体介绍，这是卫星意外抓拍到的陕西阎良某一处机场时意外发现的情况。从图片来看，我军运20有10架安静地停在停机坪上，而其中从阴影中隐约可以判断出加油吊舱结构，因此判断新版本运20U，也就是运20的加油机版本，至少有4架，1架偏原色的疑似是原型机，另3架可能是后续生产的深灰色运20U。据该网站介绍，这张卫星图片其实是在2020年12月底拍摄到的，至少因为某些原因，美国方面并未公开。该媒体指出，运20U版本在几个月前才刚刚完成试飞，结果到如今已经可以看到有4架同框的画面出现，这就意味着中国对于运20的生产线路很可能远超外界的想象，而这也象征着中国正在加速产能升级，大批量投产运20U加油机。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空军向全球战略空军转向都面临着几个重大短板问题，一个是运输机，一个是轰炸机，还有一个就是素有空军增幅器之称的加油机了。当然，这并非说我国过去就没有加油机，而是相对于我国庞大的空军装备整体数量来说，我国加油机的规模始终不成比例，体格小的加油机参与其中，更是显得有些杯水车薪。然而运20U如果大规模投入生产并服役，那么对我国空军的发展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从数据来看，运20目前网上公认的推测数值是77吨，最大载重量低于俄军的安124重型运输机的150吨载重和美国 C5M 重型运输机的129吨，但是在对比美军 C17 大型战略战术运输机的77吨上却是毫不逊色。而且我国在运20的设计上也更多的倾向于短距起降的功能，可以在未铺砖的道路上起降。一旦其新版本运20U服役，对于我国的歼20战机、歼16重型战机和轰6N未来的轰20来说，在远程投送距离上将得到大幅提升。有分析人士猜测，以运20自身拥有的7800公里以上的航程来看，运20U的服役至少可以让中国最尖端战机歼20的作战半径几乎翻倍。这也意味着运20U如果大规模投产并列装，中国的空中打击力量将突破第2岛链，在火箭军的配合下，甚至可以彻底拿下第2岛链海域的整个制空权。这对于当前局势下的中美关系来说，运20U的大规模列装对中国来说无疑至关重要。